达摩4个字说破了假帮忙。有人找你借3万块，你没当场答应，只说考虑考虑。当晚躺在床上，你把这人过去10年的模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靠不靠谱？钱还得回来吗？不借会不会伤和气？借了会不会显得太好说话，下回还来？算了一夜。次日清晨，钱转过去了。转完那一刻，心里其实有点自豪，觉得自己做成了一件难事，当了一回艰难的好人。若是1500年前那位印度和尚站在旁边，大概会说句扫兴话：你昨晚想了一夜，已经把这件事的性质定死了，你做的不是帮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聊个话题，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。这话如今满大街都是，却常被讲成鸡汤，或是当作冷漠的挡箭牌。多数人用的只是它的壳，不是芯儿，要么拿来解释自己为何不管，要么照样把自己搭进去，过2年再骂对方白眼狼。我想把这句话拆开，拆到你能当场用的程度，不是道理上懂，而是下次有人伸手时，在那2秒钟里知道该怎么办。先从那个印度和尚说起，先得说清楚，这是禅门传说，并非史书实录。达摩见梁武帝，最早见于达摩身后200多年的禅宗文献，更早的传记压根儿没提这事儿。它不是信史，是后人层层加工出来的祖师故事。但这故事流传了1300年，一个假故事能活这么久，通常是因为戳中了真问题。梁武帝对佛教的投入，在中国历史上算顶格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，甚至几度舍身同泰寺当义工，让朝廷花重金赎回。达摩渡海而来，他大喜，请入宫中，问了一句：朕即位以来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不可胜计，有何功德？大白话就是：我干了这么多，攒下多少功德？达摩只回了4个字：并无功德。后来禅宗典籍又补了一句：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意思是这些属于人天福报，是有漏的因，像影子跟着人，看着有，其实不实在。这故事讲了1000多年，多数人的理解是，达摩批评梁武帝执着功德，做好事不该图回报，一图回报，功德就没了，所以要无相布施，要不执着。这理解太顺了，顺得让人不起疑心。我早年也这么想，但这里有个偷换，我们默认了一个前提，梁武帝做的是布施，只不过做得不够干净。慧能在坛经里直接掀了这个前提，他说：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听清楚这个词，求福。慧能没说梁武帝布施了，但执着。他说的是梁武帝做的那件事名叫求福，他压根就不在布施这个类别里。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批评。前者是你做对了事，心态不对，扣分；后者是你做的根本不是那件事，只是穿了那件事的衣服。梁武帝在干什么？他在投资，投入国库的钱、人力，几十年时间，预期换来国运昌隆，来世福报，身后名声。这是一笔目标明确的交易。交易有错吗？没有。问题出在他管这笔交易叫布施。回到你那3万块钱，你算了一夜，评估对方信用、资金回收概率、拒绝的社交成本、答应后的长期风险。我做投资多年，看过太多商业计划书，说实话，你那一夜脑子里跑的流程跟投资人做尽调的结构一模一样。那你做的是什么？是一笔交易，条款没写在纸上，利率为0，回收期不定，抵押物是你们的关系。从生意角度看，这很糟糕，但它确实是生意。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交易归交易，帮忙归帮忙，这2样都是好东西。人类文明大半建立在交易之上，交易并不低级，借钱给人，附上利息、期限、担保，白纸黑字签清楚，非常体面，一点也不俗气。真正出问题的是你把交易叫成了帮忙。一旦叫他帮忙，你就给自己开了一张隐形欠条，而对方手里没有副本。他不知道你那天晚上没睡，
不知道你为他推掉了别的事儿，不知道你心里给这笔钱标了多少期待。他只知道你借了他3万块。3年后你想起这事儿，会说当年那么难都借给他，连句谢都没有。白眼狼这个词几乎从来都是记错账的人发明的，不是对方不知感恩，是你在一本他看不见的账本上替他记了一笔他没签字的债。怎么办？很简单，简单到有点煞风景，把它做成一笔体面的交易，期限说清，何时还，金额说清，能出多少出多少，别打肿脸，条件说清，这笔钱出来是有代价的，我这个月的计划要改。有人觉得跟朋友谈这些伤感情，我倒觉得反过来，真正伤感情的是嘴上说着不用急，随便什么时候还，心里却在倒计时，嘴上说着小事一桩，心里却在算人情怎么收。把条件摆上台面，关系反而干净。他知道自己欠什么，还得起便还，还不起他也知道自己还不起，不会用一句轻飘飘的谢谢来糊弄一笔他不知道多重的债。模糊才是最伤感情的东西。所以我特别不希望多年以后你说那句话，早知道当初就不帮他了。这话一出口，等于承认当初就没打算白给。那么什么才是帮忙？给你一个场景，在自己身上验一下。走在路上，前面小孩往前一栽，你的手已经伸出去了，注意先后顺序，不是判断他要摔倒，决定要不要扶，然后伸手，是手先动了，念头后到。这不是玄学，身体里确实有一条不经深思熟虑的快通路，脊髓反射大概30到50毫秒，伸手拦坠落物约100毫秒，而意识到他要摔了，这个完整的念头要慢1倍不止。上世纪80年代有个著名实验，发现大脑的准备信号比我想动那个念头早了约1/3秒。这实验如今争议很大，不做定论，但至少提示一件事，意识未必是第一个到场的。回头看那一伸手是谁做的，不是那个会算利弊的你，那个你还在路上，还没赶到现场。我的判据就是这一条，凡是在你来得及思考之前手就已经伸出去的忙，那是注定该你帮的，不是你介入了别人的因果，是因果自己走到这一步，顺手借了你的手，你只是当下最近的一双手。这种忙帮完不会记账，因为没有决策过程，没有成本核算，也没有一个我付出了什么的念头可以生根。回家路上甚至会把这事儿忘了。而但凡需要你过一遍脑子，称一称轻重，算一算划不划算的忙，就已经离开了这个类别。一开始分析你就已经在做交易了，不是说不能做，是说别管它叫帮忙。这里我要挡一个误会，有人听到这儿会说，那我以后凡事都别想，全凭本能来，不就修行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本能不是让你关掉脑子，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时候你的手根本不会自己动，这才是常态。手没动就说明这件事不在那个类别里，如此而已。这条判据不是叫你去制造一个不假思索的姿态，是叫你诚实的承认一件事，刚才那0点几秒我的手到底动了没有？动了就去，别回头，没动那就当交易办，明明白白的办。再看第2条线，比借钱更隐蔽，杀伤力也更大，捞人。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日子过得一团糟，婚姻不幸，工作丢了，欠一身债，困在有毒的关系里出不来。你看着着急，开始出手，替他分析，帮他找工作，借钱还账，劝他离开那个人，甚至替他去谈判，付出的时间和情绪远比3万块多。过2年你会发现2件事，他的处境并未真正改善，换了个坑，掉进去的姿势一模一样，你自己却被拖进去了，失眠、怨恨，跟家里人吵架，都跟这事有关。怎么回事？我不喜欢说的神神叨叨，这其实很机械。一个人反复掉进的困境，很大一部分是他长期选择模式结出的果，这果本是给他的，苦却是他的老师。吃到苦，系统才会更新。你替他把果接走了，接走之后2件事同时发生，他功课没做完，会用同样模式再接一次果，而你主动伸手接了果，就把自己接进了那条链子。
这就像小时候替同学写作业，作业交上去了，分数也拿到了，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可那道题他到死都不会做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功课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该结的果。你替他接过来，不是帮他，是把他学会的那一次机会拿走了。你甚至可能替他把出苦海的时间表往后拖长了一截。反噬这个词听起来吓人，好像天上有人记账等着收拾你。我不这么看，反噬只是说你原本不在因果链上，自己走了进去，进去之后链子上的事儿就有你一份，没有惩罚，没有报复，只是位置变了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要问，照这么说，父母生病不管了，孩子闯祸不管了，合伙人出事看着，这就涉及最关键的区分，共业。你和父母、伴侣、孩子、多年合伙人一起长大的兄弟，因果本来就是搅在一起的，不是今天出手才搅进去，是几十年前就搅在一起了。对这些人要不要介入，这是个假问题。你已经在里面了，帮是链子的一部分，不帮也是链子的一部分。转身走开的背影同样会长出果来。在共业的关系网里，纠结的是方式，不是是否。方式是什么意思？我说个具体的，父母生病，你当然去，这个不用想。但去了之后有两种去法，一种是你把他的病、他的情绪、他一辈子的选择全都接过来扛在自己肩上，然后在心里默默加一句，我都这样了，他至少该配合一点吧。另一种是该请假请假，该出钱出钱，该守夜守夜，但你不替他决定他要怎么面对自己的身体，也不指望这段日子能让你们的关系变好。外人看这两种动作一模一样，里头差着10万8千里。前一种你还是在记账，只是把账本换了个封面。真正需要小心的是往外的人，跟你没有深交的人来找你，远房亲戚，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，网上认识的朋友，对这样的人出手是在主动接线。接可以接，条件只有一个，你得真的做到无所住。金刚经说的干脆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无所住不是一个境界形容词，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操作。具体到什么程度？就是钱转出去那一刻，这件事在你心里就结束了，不留尾巴，不设期限，不预演他将来会怎么回应你。你手机里不再有一个角落，隔三差五替你把这件事翻出来看一眼。你可以检验自己，半年之后，如果你还能1秒钟报出那个数字，那你当时没有做到无所住。我知道很多人做不到，我自己也常做不到，所以我要说一段可能不太修行的话。如果你实在心软，耳根子软到没法拒绝，别人一开口就说不出一个不字，那就戒。但在转账那一秒，要在心里做一件事，把这笔钱划掉，不指望他回来，不指望他还，不指望他记着，不指望他将来在人前说你一句好，说得更狠一点，连那句谢谢都不要等，甚至我是在帮他，这个念头都不要留。只要念头还在，隐形欠条就在。真能做到这一步，借出去的就不再是烂账，那是布施，是佛菩萨干的事。做不到就学着说不，认真的说一句不，比做一个心里悄悄记账的好人干净得多，也慈悲得多。因为你没给对方埋一颗他不知道的雷。禅宗有则公案适合做这个话题的收尾。百丈禅师每次讲法都有个老人跟在人群后面听。一天人散了，老人没走，他说，我不是人，很久以前我也在这山上讲法，有个学人问我，大修行的人还落不落因果？我答，不落因果。就因为这一句话，我堕了500声野狐身。老人跪下来求百丈，替我重新答一遍那个问题吧。禅宗把这个叫下意转语，就是用一句话把一个人卡死的地方给转过来。百丈也只说了4个字，不昧因果。老人当下大悟，脱了野狐身。你看，只差1个字，不落因果是说我修行到位了，因果管不着我了，我跳出去了。不昧因果是说我在因果里，我一直都在里面，我只是不糊涂。昧是看不清，是自己骗自己，
所以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这句话，它真正的意思从来不是叫你别管，是叫你别骗自己，别把一次投资说成奉献，别把社交成本的支付说成慈悲，别把拒绝不了的软弱说成善良。最后再说一层，回过头看你那一夜的挣扎，你以为在挣扎要不要帮他，诚实一点，你挣扎的很可能根本不是他，你挣扎的是我要是不借算什么人。这些年你一直是别人眼里热心靠得住有求必应的人，现在拒绝了，人设就裂了一条缝，你保护的不是他，是我是个善良的人这块牌子。无我这两个字在别的场合可能很玄，在这件事上一点都不玄。无我就是把那块牌子摘下来，放下圣母心的标签，慈悲的人设，好人的面具，如实看一眼自己当下真正的动机。看清楚了，会发现两件事。第一，很多你以为的善良其实是恐惧，怕别人失望，怕关系断掉，怕自己在自己眼里变成坏人。第二，牌子摘掉之后，反而有一些真正干净无条件的善意会自己冒出来，因为它不再需要经过那个我的审批。那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出手是快的，不假思索，当场完成。那样的出手没有反噬，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一个我站在那里等着收账。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，回想这辈子有没有那么一次，手在念头之前就已经动了，可能在马路边，在医院走廊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面前。事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付出了什么？我猜你连细节都想不起了。而那些记得清清楚楚，能说得出金额、日期，对方后来怎么对你的，你自己想想，那些到底是什么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答案，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心里那本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的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